哇，这个汤哦，一定非常好喝，要用大碗喝，起码喝它2碗。我们今天要煮一个好吃的红烧汤。好吃的红烧汤差别就在香料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你如果说某种香料放太多的话，你一喝就那个冲鼻的丁香味，又辣辣的，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很好。那有时候喝下去的时候，喉头甜到不行哈，那就是甘草太多，要不然就是肉桂太多。煮红烧汤的时候，香料量上掌握的不好，所以味道不好。所以我们尽量香料呢不要放太多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香料达到一个均衡的话，我们这锅红烧汤煮的时间够，它一定非常好喝。红烧汤呢，它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煮的时间长一点。那我们材料呢也是可以变化的。如果只放八角的话呢，我们这一锅材料呢水少一点呢，就变成一锅红烧的一道菜。如果水放多一点，就变成红烧汤；如果加了面呢，就变成红烧汤面。如果家里没有香料的话，那我们就用酱油跟姜煮红烧汤，也是非常好喝的。这就是我用的香料，这个是草果、八角、肉桂。注意哦，这个小小的是丁香哦，你不要看它小粒，但是它味道非常的强，千万不要多放。那月桂叶。还有再来就是甘草，甘草也是绝对不能多放的，多放那个甜会腻到你化不开甜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最重要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八角，其他的你看你有什么就放什么，但是每一样差不多就是这些不要多。这些香料放进去以后，汤煮起来呢，它会变得非常的就像红烧牛肉面好喝的。它那个汤头非常的丰富，而且非常的柔，就是非常的协调。如果某一个香料味跳出来的话，这个汤就不好喝。所以你不会感觉到有香料，但是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种香料，这个汤就是成功的。这是我们今天煮红烧汤的材料。那现在白萝卜好吃，我们用白萝卜、红萝卜，还有新鲜的香菇，还有干香菇。干香菇只要水冲一下，不要泡。然后放2粒番茄，那我们多一点姜，还有玉米。那我们汤里面一定要有蛋白质的，蛋白质我们今天放的是油豆腐。那不放油豆腐啊，你可以放别的任何属于有蛋白质的食材。另外我们再加一点昆布，那除了营养以外，让那个汤头比较鲜美。另外你可以再加一点金针菇，这个汤头也会比较鲜一点。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，然后把这个食材换一下。萝卜的话，你时间多呢，你就切大块一点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萝卜的话，你可以改成山药或是马铃薯。那个汤头你的时间你就要掌握一下，不要让它煮成泥状，那个汤头就会不清爽了。胡萝卜呢，要切的比萝卜还要再小块一点，所以你看我切的比萝卜小，因为胡萝卜它比较硬，你切太大块不好吃。这是油豆腐，如果你不放油豆腐，要放豆腐的话也可以，但是你要放传统豆腐，最后再放。然后这是新鲜的菇，切大块一点，头呢我们不要去掉啊。就是说我们尽量食材全部把它吃了。玉米呢它可以使汤头比较甜，所以我们煮汤的时候放点玉米。如果红烧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放玉米。那这个干香菇我们也是不要先泡，不要泡它，因为我们要煮汤，我们就要水洗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它的鲜味才不会流失在那个水里面。然后我们这个呢也是你水冲一下就好，不要泡哦。这个昆布呢也是增加汤甜味的鲜味。昆布呢就是用剪的，用切的话可能有点困难，剪这样的块，刚好用来配其他的食材的大小。那金针菇通常因为它太长不容易咬断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煮的之前呢就把它切成3段，这样子放在汤里面呢，我们吃的时候不会咬不断。这样子加番茄呢就是让汤头变得比较好喝。
我们番茄不用切太小块，因为我们要熬很久，所以你切大块就好了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切好的料，除了青菜我们不放，等一下我们就是爆香以后，我们全部都放下去。如果你不爆炒的话，也可以全部一起扔在锅里面加水煮。我们先放少许的油、姜片、菇、干香菇跟新鲜的菇，通通给它扔下去。先用油把这个姜啊、菇啊都给它炒香，然后接着我们把香料放进来，草果、丁香、月桂叶、八角、甘草、肉桂一起拌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冲上来的味道一定是丁香。你闻到香料味上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先把冰糖放下去拌一下，然后再把酱油放进去，加水，不要让它焦。香料记得哦，拌一下有点味道，马上就要放别的东西，放水了，不要让它炒焦了，炒焦这个香料是会苦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把料往里面放，昆布。我们油豆腐可以等到汤滚了以后再下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加水。如果是汤的话啊，这个料要飘上来，水要多；如果是红烧的话，水量是刚好盖过材料，用小火慢慢的炖煮，煮到汁收干，材料也软了，那就是红烧。那我们煮汤的话，起码要煮40分钟，这个汤才会好喝。好，汤滚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油豆腐放上来。同时呢，我们加盐来调味，早点放，不要等全部煮好了以后才放盐。我们早放的话，那个盐味就会吃到这些材料里面，就会比较好吃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让它煮，不要太大的火，用中火慢慢的炖。如果不盖锅盖的话，可能要再补水。盖锅盖的话比较不需要补水，因为不盖锅盖的话，我的油豆腐就不会花掉，不会有洞，会比较结实。我们这锅汤最起码煮了1个钟头了，你看它非常的那个浓郁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青菜放进来，我中间补过2、3次水，然后舀出来以后，你觉得你需要辣或是需要胡椒粉，你再自己加，这样会更好吃。我要来喝汤咯，先吃油豆腐。萝卜、胡萝卜，还有菇呢，香菇呢，还有玉米、香菇，还有海带、昆布。这个料实在是有够丰富的，记得那个素料不要放太多哦。你如果放素料进去，这个汤头就完全变味道了。没有素料就已经非常丰富了。所以能不加素料就不要加，哇，这个汤哦一定非常好喝，真的是好喝，要用大碗喝，起码喝它2碗。大家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，煮这么一大锅汤，吃不完的话，一半先放在冷冻里面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，然后要记得按赞哦，还要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下次见哦。